罕见，五角大楼指责俄罗斯反卫星武器威胁到中国空间站的安全。为什么美国会积极保护中国空间站？敬请关注本期节目。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全世界都知道，但是谁又能想到，美国五角大楼居然会为了保护中国的空间站而对俄罗斯发出了警告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这还要从俄罗斯最近在太空中做的一件大事说起。据中国青年网报道，美国对俄罗斯最近进行的一次反卫星武器试验感到非常的震惊。他们认为俄罗斯的反卫星武器已经对太空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，甚至可能伤及中国空间站。美国航空航天局表示，俄罗斯在15日用一款反卫星武器摧毁了一颗自己的卫星，爆炸的卫星形成了大量轨道碎片，附近轨道的航天器造成了很大的安全隐患，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们就深受影响。据悉，一些轨道碎片已经和国际空间站的运行轨道相交。为了躲避这些碎片带来的安全隐患，宇航员们不得不紧急进入到宇宙飞船里进行躲避。五角大楼发言人甚至表示，俄罗斯的行为已经对其他太空大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。美国航空航天局局长也表示，俄罗斯的行为不仅对国际空间站造成了影响，甚至对中国空间站和里面的中国航天员也造成了威胁。中美两国作为太空竞争的直接对手，五角大楼居然会为了中国空间站的安危来对俄罗斯进行指责，这是一件极其罕见的事情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美国这么积极的保护中国空间站，背后必定有着什么其他的目的。有分析人士指出，首先，美国这么做是想要联合其他国家一起向俄罗斯进行施压，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阻止俄罗斯继续进行反卫星试验。毕竟，俄罗斯反卫星武器针对的第一对象是谁，大家心里都很清楚。其次，他们不是真的要保护中国空间站，而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挑拨中俄两国的关系。近年来，中俄关系愈发的密切，美国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不放过任何能够挑拨离间的机会。虽然屡次失败，但是他们依然没有放弃。这次美国挑拨的行为依然会以失败告终，毕竟中俄两国都是航天大国，俄罗斯这次反卫星武器试验肯定是经过了严密的计算。国际空间站，俄罗斯也是重要的参与国，相信他们不会自断手脚的。美国发出的警告只是夸大其词，而中国对自己的空间站的监控也是非常全面的，一旦遇到任何威胁，肯定会第一时间知道的。美国的这种小伎俩就不要拿到中俄面前来献丑了。白俄罗斯正面硬刚欧盟，德国装甲部队开进波兰，历史或将再度重演。敬请关注本期节目。对波兰人而言，德国是他们的邻国，也是宿敌。当年德军闪击波兰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。最近德国又不安分了，德国的装甲部队再次开进了波兰境内。和上次不同的是，这次德国军队是为了帮助波兰防卫国土。看到这一幕的波兰人心里一定是五味杂陈。近段时间以来，波兰和白俄罗斯在边境地区纷争不断，因为中东难民问题，双方已经剑拔弩张。波兰已经将边境地区的驻军增加至 1.2 万人，而白俄罗斯这边也有着俄罗斯的支持。在这个背景下，德国装甲部队开进了波兰。据海外网15日报道，在波白边境难民危机升级的敏感时刻，在波兰境内发现了大量的德国装甲车以及自行火炮等装备，正在通过铁路源源不断地运输到边境地区。显然，在欧盟对白俄罗斯宣布新一轮的制裁下，德国也开始展开行动了。白俄罗斯在欧盟的一再制裁之下，选择和欧盟正面硬刚。他们表示，边境危机的根源其实是欧盟鲁莽政策的结果反而惩罚白俄罗斯。而德国装甲部队的这次行动，很可能会加剧欧盟和白俄罗斯之间的矛盾。也够讽刺的，到头来出兵力挺波兰的还是波兰的宿敌，曾经闪击波兰的元凶。难怪有人开玩笑说，波兰人就不怕德国再来一次闪电行动吗？看到德国装甲车再度大摇大摆地出现在波兰境内，波兰人民难道就不气愤吗？玩笑归玩笑，时代已经不一样了。如果现在德国和波兰真打起来，双方谁输谁赢还真不一定呢。波兰可是有大量的美式装备支持的，况且现在他们处于美国领导的北约体系之下，打起来的可能性几乎没有。虽然德国不可能再度闪击波兰，但历史可能再度重演。众所周知，白俄罗斯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他们的身后有着强大的北极熊俄罗斯。俄白一体化的协议已经签署，在白俄罗斯与欧盟僵持之际，俄罗斯出动了战略轰炸机为白俄罗斯撑腰。欧盟如果想要动白俄罗斯，先问问俄罗斯答不答应。一旦波白之间发生冲突，俄罗斯绝对不会坐视不理的。届时，这些德国装甲部队将会和俄罗斯军队正面碰撞。以德国目前的实力，还不足以和来自俄罗斯的钢铁洪流相对抗，到时候乌拉的呼声将再次回荡在德国人的耳中。为何说拜登执政进入至暗时刻？埃尔多安要复辟奥斯曼帝国，荣光又是怎么说？
敬请关注本期节目。世界局势虽然变化无常，但却时不时就冒出一点笑话来，比如最近美国就和小弟一起成了笑话。据光明网11月16日报道，马上就要到拜登上任满10个月的日子了。鉴于拜登上任之后一事无成，美国媒体发布了一份最新的民调，主要调查美国人对现任总统的满意度和不满意度，尝试推断一下中期选举最有可能的结果。然而没想到这次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，美国民众对拜登的执政满意度直接跌落一半以下，仅仅只剩下40%，也就是大约41%的人对拜登表示了满意。另外53%的人直接表示了不满意或者极为不满意，这已然创下了历史新低，算是这10个月以来最低的支持率了。很显然，现在拜登的执政生涯已经进入了至暗时刻，如果继续保持这种情况，中期选举很有可能遭遇重大打击。除此之外，拜登不仅在独立人士中的支持率已经不足一半，在民主党党内的支持率也一直在下滑。不得不说，这对于拜登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消息。毕竟近日还有美国媒体爆料，拜登和哈里斯正在闹内讧。一旦哈里斯公开走出来和拜登唱反调，那么未来拜登必然会面临更为难堪的局面。不过很有意思的是，拜登这边正在面临重大问题，中东那边局面也挺有意思的。据环球时报消息，12日，土耳其牵头组织中亚地区的阿塞拜疆、哈萨克斯坦、土库曼斯坦、乌兹别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等国一起成立了一个突厥国家组织。虽然这是从原本的突厥语国家委员会改版而来，但是意义却并不一样，因为这很可能是埃尔多安早就循序渐进的一个复辟荣光，为的是当年那个所谓的奥斯曼帝国，所以想要效仿阿拉伯成立一个突厥联盟。当然，用更简单明了的说法来形容，就是使土耳其更加自然地把手伸到中亚地区来，达成所谓的横跨欧亚非3块大陆的帝国版图。其实外媒从这些年土耳其不断横跳的动作中，也能够大致地看出来一点，埃尔多安的野心很大。不过说实话，土耳其搞这么大的动作，最后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，什么都捞不着，还有可能直接得罪美俄。毕竟土耳其本就和美国有矛盾，偏安一隅也就算了，想要横跨欧亚非，美国又怎么会允许？而中亚更是俄罗斯的地盘，土耳其插手俄罗斯的地盘，俄罗斯同意了吗？要知道，即便是年迈的狮子，那终究也是狮子。不管是拜登还是埃尔多安，一旦野心和实际不相符，那么后果必然会更加难以承受。所以说人呢，还是得有自知之明才好。日本又作妖了，接连动作试图针对中国，为何却遭日本市民堵门抗议？继美国之后，日本扛下威慑大旗从何说起？敬请关注本期节目。最近这段时间，美国在黑海和俄罗斯闹得沸沸扬扬，却转过头来和我国达成了合作，接连释放了和解信号。然而美国或许收手了，日本却似乎要出来当出头鸟了。就第一件事来说，据环球网消息，近日日本公布了一件大事，其自卫队将会在2022年完成扩军行动。从日本防卫相岸信夫透露出来的话音中可知，日本这次预计会投入至少480亿日元，新建一支第2宇宙作战队，主要目的是所谓的预防有国家用电磁波干涉日本卫星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岸信夫还补充了一点，那就是提高日本的存在感，做好充分准备。不得不说，日本想要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心思，真是已经一点都不打算隐藏了。太空作为未来战争的主要战场，日本又把太空部队设立在了山口县，目的自然是不言而喻。毕竟山口县和对马海峡十分接近，这段时间因为日本的屡屡挑衅，中俄军舰更是多次从此地经过。就连日本媒体也直接表示，日本在如今这个时间段成立所谓的太空部队，主要目的就是因为中国和俄罗斯卫星的迅速发展，日本想要提高应对中国和俄罗斯在太空和电磁波领域的能力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日本除了扩军之外，还有搞了一个动作，那就是在宫古岛新建一座弹药库。根据环球网消息，日前日本海上自卫队陆续在宫古岛的平良港卸下数十辆自卫队车辆，而且车里还装载着疑似导弹的物品，而随后这些物品还被日本陆上自卫队运进了这座新建的弹药库。有消息人士表示，这些物品确实是导弹，并且还是地对舰导弹。宫古岛同样作为战略要地，地位不比山口县低多少，所以日本此举的目的也很显然，就是搞事。而日前日本披露，日本海上自卫队还会在近日和美国舰队举行联合军演，而目标地是在东海海域。不得不说，日本这又是搞联合军演，又是搞扩军，还在填充弹药库，如此海陆空三军接连动作，显然是要在美国收手之后，继续扛下威慑亚太的大旗，并且借此机会在中俄身上咬下一块肉，例如南千岛群岛等。对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。最后，
对于日本野心勃勃的动作，日本市民们显然不是很高兴，直接堵门抗议了。这次日本在宫古岛填充弹药库的时候，日本市民不仅在港口就开始举着不要导弹基地的标语牌抗议，甚至直到弹药库门口也都不断的高声抗议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日本政客根本不顾虑民众想要的是和平，一心只为满足自己的充满野心的欲望。然而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，没有民众的支持，那么翻车就是早晚的事。日本接连换的几任首相可不就是如此。